雪，寒冷刺骨。叹一口气，模糊了前路。月光知道我所有的企图，不过是在你心口写一页书，然后我就笑着哭，默默在心里筑一个湖，接受所有悲情的礼物，连遗憾也不敢辜负，然后我也不认输，慢慢拒绝这苍生的苦，走过寒冬像依旧如故，等春色再晕染归途。今儿个我心情好，陪二位坐一会儿。李公子看什么呢？苏国公且慢用，我们兄弟二人先告辞了。今儿这个茶还请不请啊？哼，听苏国公随意。不过是替圣上办差的稿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罢了，这种妖孽不必招惹。你忍得了这口气，我可忍不了。莫招惹。主君，咱当真随便点吗？点。好嘞。陆阳叶家不是很有钱吗？拿钱砸开国子监大门。我这画可是前朝画师李昭道亲笔的《松阴图》，有市无价。诸位给我看看，这画确实是被他撞坏了。是你仗势欺人，蛮不讲理。我今天心情好，你若拿出3000两黄金，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这是讹诈。那是谁？叶师姐，陆阳叶家的大郎君。那不就是江二娘子的表哥吗？是。咱们打扰李公子看戏了。今日我非要带你见官不可，带走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别碰我！且慢，让一下。江烈，江老爷，怎么了？别去了，拿着。哟，江二娘子怎么来凑这个热闹啊？孟娘子，此画可否一见？哎，借看一下，借看一下。哎，李大师的墨宝果然珍贵，重在意趣，难得无价。不过，此画是假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真的是假的。你看看这画卷，前朝只产出丝帛，粗而稀薄。这幅墨宝的画卷洁白细腻，这分明就是双丝卷。那前朝李大师作画，怎么会有如今的双丝卷呢？这个印章也是假的。前朝并不多用石刻印章，若是前朝的印章，必定会有前朝印章特有的痕迹。篆文每个字的停笔处都比原笔画略粗一点，且颜色较淡，呈现黄色。
而这幅墨宝的印章，停笔处都很流畅，且颜色发红，显然不对。是假的？不对，肯定不对嘛，都发红了都，不对。你把画给我。哎，罢了罢了，我不跟你们计较了。是你信口雌黄，还是我被蒙蔽？我自会查清楚。但就算这是假画，也有它的价值。你把我的画弄坏了，骗了吧？赔我5两金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休想！不讲理。今日若不是江二娘子的话，我怕是被你讹上了吧？叶世杰，你少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讹你钱了？还不承认？走啊，跟我去衙门理论一番。叶世杰，你可不要！叶郎君，此事大抵就是一个误会。孟娘子也是被人蒙骗，已经很惨了，不如……江二娘子，你不用护着她。她今天讹了我，若是不受到惩罚，她日后一定会讹更多的人。今日我叶世杰不为自己争口气，我要守的是一方道义。哼，一方道义！哎，大家可看一看啊，是他叶世杰对我出言不逊，妄加揣测。是你，是你，还我清誉，毁人家名誉呢！狗跳的，贼喊捉贼啊！我不得了，哎，我不活了！好了，孟娘子，这就不活了？那日后还有很多委屈呢，你岂不是要死100次？他也不对，叶郎君，你呢不怜香惜玉，只顾着自己摆脱，也不像一个君子。江景睿啊，起来，快点。这画我买了，你拿去撕碎，也当解解气，也免得蒙骗下一个人。给。谁要你的钱啊？这画赏给你们了。走。多管闲事。哎，说谁多管闲事呢你？张二姐当街与人争执，哗众取宠，简直毫无江家女子的修养。嗨，我倒是觉得这江二娘子挺有胆识的。舒瑶，不如我们考虑一起和江二娘子组队吧。说来她也是你们江家人呢。如何？你爱跟谁组跟谁组。哼！舒瑶，周公子，我早跟你说过，你这计谋太过幼稚，行不通。要不是那个江离，那叶世杰一定被我吃定。届时我再出手相帮，他只会对我感激不尽。李莲，他们可是姻亲，你再不出点计谋，父亲就真该生气了。知道了。跟你说，以后这种事你少管。那个孟红锦是宣威将军孟有德的女儿，我告诉你，他兄弟连狗都敢咬。你怎么才说？你都帮他这么大一个忙了，应该和他聊一下崔氏的事儿。不急，还不急呢？行，我看你什么时候急。你帮我拿箱子。江二娘子，我家主君请你喝茶。肃国公，啊，犯事来的。我说江公子，只是喝茶而已。哦，喝茶呀？那喝茶我们俩一起去。江公子，我家主君只请了江二娘子。我和肃国公没什么可聊的，就先告辞了。告辞了。从这边走。嘿，走这边。江，没事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脾气可不太好。江景睿，兄弟，咱喝口茶。啊！娘疼！我现在上去。
国公又有何贵干？今日你是第2个问我贵干的人了。请喝茶。我不敢。我以为我被押上来是来受审的。你不要这样生气，阿离。四国公，离之一字，是长辈赐字。我和肃国公并未熟络，至此称呼。狸猫啊，被人捏住尾巴的时候，就是你现在这副模样。茶我喝了，先行告退。肃国公，这是何意啊？方才你为何要替叶世杰出头啊？叶世杰，他是我表哥，他有难我不能不管。听说今年岁试要2所学生结队，你看中了他？是，又如何？沈玉荣奉旨主持岁试，在他的治下，你能过得了这一关吗？若过不了这一关，怎么？肃国公要替我问他一个徇私舞弊的罪名吗？足够聪明。江二娘子，我之前听过一出戏，觉得不错，说给你听听。戏名叫《东海皇宫》，说东海人皇宫年轻时偶获神力，上山抓蛇驱虎，受人敬仰，自以为勇武无双。后来东海出现了一只吊睛大白虎，皇宫前去收服，没能抓到，反而被杀了。这出戏你可曾听过？肃国公是想提醒我，我如今眼前人不过是些幼蛇弱虎，幸被我降服。若日后遇到真正的吊睛猛虎，我也会难逃一死。江二娘子，我很少给人批命，今日破个戒。你所行之道，前有猛虎，后是悬崖。我劝你略站站，想好了再抬腿。那真正的猛虎是谁？往后你便会知道了。阿离，我没得选，他要碾死我们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。肃国公，你为官多年，杀过虎吗？杀虎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手起刀落，我什么都不想。我想的是我的公道。公道？丑得很。将就看看。我的事与你何干？说不定日后我们殊途同归。这江二娘子把你给她的糕点踩扁了。踩得好。要想看好戏，
就得先捧角儿。童儿，童儿，姐姐，姐姐，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放学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跟人起了冲突，估计很快就会传到家里，我们准备一下。娘子，老夫人那边传话，让你去晚凤堂一趟。此事，你做母亲的处理了就是了，怎么又央到我这里来了？当初我一直觉得梨儿应该学习礼仪再去明义堂，梨儿她是知道的，但是这事交给我来处置，担心她会心有不服。老夫人，她到底是听你的话，希望你好好教教她规矩和家风。二娘子到了。梨儿见过祖母，见过母亲。二丫头，听玉娥说你今日当街与孟娘子争执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你可知孟娘子的父亲是宣威将军？梨儿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你为何还要强出头呢？你如此做事，也让你父亲很为难。母亲，梨儿不知此事和父亲有什么关系。梨儿有所不知，那宣威将军和李相国关系匪浅，尽管表面上不常往来，但实际上渊源颇深。在朝堂上，李相国同你父亲意见相左，如今却让你父亲和他生了更大的嫌隙。李相国，那真正的猛虎是谁？往后你便会知道了。我们江家一向家风井然，族中子弟最忌惹是生非，那倒也不是说我们的孩子犯了错遇了事就得躲，不过经历官场盘根错节，人心复杂，你父亲身在其中多有不义。二丫头，这回你莽撞了。祖母息怒，也怪我没有照顾好二姐姐。二姐姐性情刚直，难免会冲撞其他同学，以后妹妹及时出面劝阻便是了。你确实做得不对，你二姐才刚去明义堂，还不熟悉那里的规矩，你理应多照看些才是，怎么能丢她一人呢？老夫人，梨儿今天出了这样的事，也是我的疏忽，不如接下来梨儿就跟在我身边学习几天规矩。我想让梨儿尽快的学学这京城里的人情世故。啊，不急嘛，总要听听二丫头怎么说呀。祖母，今日之事，错不在我。哦，当年是我犯了错，去了真女堂，父亲却为我担了苛待的污名。是我读书少，不珍惜，外面却把难听的话都说到了父亲的身上。如今机缘巧合，让梨儿识出了那幅画是假的，既破了我不学无术的谣，也把父亲的名声不端正了。更何况，明知是假画却不道破，视为不成。此事确有不周到之处，但也没有伤及众人体面。若是妹下不说，那才是污了江家的门风。如此说来，你也算是顾全大局。祖母，二姐姐再怎么能言善辩，也改变不了她在街上同人争吵的事实，哪里还有什么家风可言？当时她都快跟别人打起来了，围观的众人都对着江家指指点点呢。旁人对江家指指点点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？我只是听说的，我去的时候人已经散了。四妹，耳听为虚，这也能吵嚷到祖母面前？传言都这般难听，可想姐姐当时有多丢人现眼。我也听说了，那被孟红锦讹诈的人是陆阳叶家的大郎叶世杰，与二姐颇有渊源。
也难怪二姐姐会为他出头心切。既是一家人，也在京城上学，为何二姐姐回家这么久，一直未与我们提起，倒显得我们江家刻意疏远了亲戚似的？离儿，你在未回来之前，就与叶家有联系？我从未见过叶世杰。此番若非若瑶告知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我的表兄。没有想到无意之间住的竟是自家亲戚。祖母，我的生母虽已过世，但与叶家终究是姻亲，自家亲戚身陷窘境，我若是视若无睹，一走了之，任凭表兄被绑到县衙，那此事日后若是传出去，众口铄金，江家的教养成什么了？父亲成什么了？你扯到父亲身上做什么？就是。三妹四妹可不知，礼部议堂官曾因醉酒误其兄长的葬礼，御史们刀笔一提，判了个罔顾人伦。圣上一怒之下赐了10杖。父亲在朝为官本就不易，此事若是借题发挥，该当如何？也不知四妹刚刚一句丢人现眼，是丢了谁的人，现了谁的眼？离儿说的也是，这10年来，我们对离儿是亏欠甚多。你对家里心生嫌隙，母亲也能理解，只希望你能早日把心宽了才好。毕竟，你流的是叶家的血，与自己的表亲走得近，倒是也不必瞒着我们。瞒？母亲此话，是觉得离儿所说不诚实？离儿说什么，母亲都是相信的。祖母，祖母，祖母，大伯母，大伯母，今日之事，我和江离在一起呢，我可以替他作证。江离一开始真的没想瞒谁，他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知道争吵的2个人是谁，还是事后听我说起的呢。至于丢不丢人，现不现眼的，大伯母，大门打开呢，你可以自己去听一听啊。那当时在场的诸位，没有一个人不对江离赞不绝口的。咱们江二娘子在外面的名声好着呢。知道堂兄和二姐素来相近，自然是帮着他说话。可到底是我们娘子家，平日里应当谨言慎行。二姐姐是行侠仗义了，可女子当街插手男子之事，还是不美，有损德行。有损德行？四妹，你今儿个还评起理来了？那你能评得过肃国公吗？关肃国公何事？祖母，你不知道，自然是对我们江离赞不绝口了。那个事情了结之后啊，咱们本来都要走了，结果肃国公亲自遣人邀请咱们江离饮茶。他和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什么了？也没说什么，就是赞了我几句。肃国公说有其父必有其女，还让我代他向父亲问好。既然是这样，看来今日之事的确非离儿之过。好了，事情都明白了，你们就各自回去吧。到底是孩子们年幼，都是怕损了江家的颜面，贸然打扰老夫人休息。我们这就离去，不打扰老夫人清静了。祖母，离儿也先告退了。祖母，瑞儿也走了。原本我还担心着，看来我们这个二丫头藏了拙呀。这肃国公还真管用啊！怪不得你让童儿叮嘱我，在祖母面前把肃国公搬出来。他夸我1句，胜过季舒然损我100句。
苏国公当真夸你了？没有啊。你这都敢说谎呀你！这苏国公日后知道了，肯定会找你算账的。他没那么闲。哎，郎君，李公子在外求见。李公子是。不知李公子来找我何事？今日孟红锦诓骗你之事，我也是刚刚有所耳闻。叶公子不卑不亢，实乃真君子，所以我便生了结交之心，特地前来拜见。李公子太客气了。往日叶郎君一心只读圣贤书，怕是对这京城不太了解。这里什么人都有，若是无依无靠，难免会遭人暗算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很欣赏你。若叶郎君与我们结交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从今往后，别说国子监了，就是整个京城，也再无人敢招惹你。你的意思是，碎氏要与我成一对？是。这国子监里的人呐，无非是想出人头地走仕途。一旦走了仕途，这官场交友也就成了一门学问。审学是明智，大刀阔斧改了这碎氏，让你我有机会在这儿学习仕途的学问。你想一想，你若与我们一道，他日夺魁面圣，不仅可以保你前途，还能让你安心读书，还能帮你解决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意下如何？哈，叶郎君不急，明日答复便可。告辞。江二娘子，有事？岁事在即，我听说你到现在还未组队。多谢关心，确实如此。说来我们曾经有过婚约，也算是缘分一场。你的经历让我十分佩服。若刚入学堂便被雏姬遣送，未免太过可惜。于情于理，我也该助你一臂之力。你可问过若瑶的意思？如若你愿意，我自会说服若瑶。周公子，你不是和我们江家另外2个姐妹在一起吗？你现在又来勾搭江离，那你想把她们2个哪个踢出去啊？还是说你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？我只不过是想帮江二娘子。再说了，我和江若瑶的事还未定下。不如这样，你现在就回去，把和江若瑶的那个婚约给毁了，然后再和江离续上。到那个时候你们再一对，顺理成章了。江景睿，过分了。哎，我只是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而已。你赶紧回去问问令尊和令慈，他们愿不愿意让你再悔一次婚。江离，咱们走。嗯，别理他。叶郎君，叶郎君，哎，大恩如大仇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救了你，你反而一直躲着我，你怕什么？怕我要你报答？不然你要做什么？请我喝杯茶。我拒绝。散学之后，我在茶楼等你啊。哎，昨天你教训孟红锦的事情，我都听说了，所以呢，我原本以为你跟他们一样是恃强凌弱、欺软怕硬的废物，没想到你倒是有几分硬气，倒是让我想重新认识你一下了。在下柳絮，以后在明义堂遇到事报我名字，我护你。嗯，多谢。哎，我听说你还未找人结对，正好我也是，不如我们一起。我们俩？再加上你那个看上去不太聪明的哥哥，这胜算可不大。再加上叶世杰呢？叶世杰？啊，陆阳叶家那个？对啊。他倒是有几分学识啊，可是他愿意跟我们一组吗？我没十足把握，但总归要试一试。
娘子，请。我已经等了半个时辰了。姑娘赴约总是要收拾一下的呀，我这来的已经很快了。茶钱借我账上，你想喝多少喝多少。表哥，你我还是以姓名相称吧。你我本为亲族，可你为何总是拒我于千里之外？嘉儿娘子，你是高门贵女，我是商户之子，这一声表哥，我当不起。此话何解？你忘了当年祖母远赴京城来接你回洛阳时，你说过的话吗？阿离，小阿离，你受苦了，来，快来，让外祖母抱抱啊！走，跟外祖母回家去啊！我哪都不去，这里才是我家。我的家不就是你的家吗？啊！才不是，你不是我的家人。阿离，你怎么说出这么混账的话？我娘在这里站着，我是江家的娘子，我不要做商户女，我不跟你们走。阿离，还是跟我走吧，跟外祖母走吧啊！我不走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祖母回去之后就大病一场，休养了整整1年才好。父亲对此耿耿于怀多年，而如今你在这里认亲，我还敢信你？因此我们江叶两家就此断了来往。还敢来往吗？你这是做甚？表哥，先听我说，有件事藏在我心里很多年了，我一直想亲口跟外祖母说，只是没有机会。托辞就不用说了。不是托辞，当年我虽年幼，但绝非那般无情之人。当年在外祖母和你们面前，我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保护江家和我父亲，谁知不过是年幼无知，被人利用而不自觉罢了。童儿，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，我想知道离儿当初和叶家的纠葛。在悲观真女堂的10年里，娘子日日都在后悔当初所做之事。快看，母亲在那儿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梨儿，梨儿，你来了。梨儿，你说，娘对你如何？娘对我自然是极好的。梨儿是娘从小带大的，娘什么都向着你，连若瑶都要捡你的衣服穿。可是娘怎么抵得住外人的闲话呢？说什么？娘，娘，你怎么了？二娘子，你外祖母这就要来接你了啊！这外面都有谣言，说是咱们夫人呐，她虐待你，说这些话，那不是扎我们夫人的心窝子吗？哎呦，所以夫人受了如此的诽谤，这才一病不起呀！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可别怪老奴说话难听啊！那陆阳叶家是什么家？那是商贾出身，他哪是真心要接你回去啊？他不过就想拿捏你，看中咱们主君的这个官位，以后好帮他们做生意，不是？世人都说后母难为呀。你若是跟那叶家人走了，那可就坐实了外面人戳我们家夫人齐良母的诽谤，那是谣言呐，可就是逼着我们家夫人去死啊！娘，你不要生气，我哪里也不去，江家才是我的家，我不会让人欺负娘的。孙妈妈心太重了。那时候我还小，糊涂的相信了他们说的话。
把叶家视作豺狼。那你之后在江家究竟是怎么过的？你那后母待你究竟如何？她的确是滴水不漏，人前人后都对我很好。我不想学习的时候就不学，我不想练字的时候也可以不练，我不想做女工的时候就可以不做。我犯了错还帮我遮掩，让我在家里养得越发的嚣张跋扈。你的意思是捧杀？这些只是你的一面之词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些，是既要与叶家重修旧好，又不得罪孟家吧？原来表哥是因为这件事情和我置气啊！表哥是在怪我为何没有把孟红锦送官，还给他台阶下？不是吗？我哪里是想给他台阶呀？只是在这京城之地，各方势力错综复杂。虽然叶家是巨富，可家中子弟无官职在身，终究是群狼环伺下的一块肥肉。官商官商，官在上，商在下。其实给孟红锦台阶也是为了表哥好。若是表哥无休无止撕破了脸，那孟家下的可就是催命符了。表哥也是明白人，昨天只是被气晕了，我这才斗胆提醒。我自然明白，否则也不会饶过他这一次。表哥这是何意啊？我叶世杰一向不喜亏欠人情，这是对你昨日仗义出手的感谢。叶表哥的答谢方式还真有叶家人的特色。你们叶家是生意人出身，可我不是。若我的仗义成了交易，那我岂不是也成了孟红锦之流了？换个方式吧。你要什么方式？跟我结对，帮我过了岁试这一关。这对表哥来说不难吧？实不相瞒，李莲找过我。李仲南的儿子李莲？对。表哥知道孟红锦和李莲是什么关系吗？我需要知道吗？孟红锦的父亲宣威将军和李仲南颇有渊源，两家私交深厚，也许李莲和孟红锦早已熟络了。此事不好妄议。李莲什么时候找的你？在孟红锦闹事之后。这就对了。对什么？我猜他会说，若你入他那一伙，从今以后类似的事情都不会再找上你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此一来，孟红锦的背后就是李莲。表哥，他们原本的策划就是想让孟红锦先为难你，然后在你束手无策的时候出来帮你料理孟娘子。他们无非就是要拉你入伙，只是他们没有想到中途遇上了我。你跟我说这些，是为了让我跟你成对，好让你过关吧？我是要在明义堂立住脚跟，可是我最想的是让叶家人知道真正的江离是怎么样的。小时候我受人蒙蔽，才让外祖母伤了心。其实，在我心中，亲人才是最重。多谢表哥请我吃茶。江离，我答应你。孟将军那边打点了吧？夫君放心，给他夫人送了衣裳，对方也回了礼。离儿和孟红锦那事儿算过去了。原本以为离儿进了明义堂会挨欺负，没成想他倒有这般气魄。夫君，你在朝内一向谨慎，这明义堂、国子监都是达官显贵之后。这离儿和孟红锦起冲突倒无妨，只怕这次算了，将来坐兴起来会伤及贵人，连累你呀。这就过于谨慎了，都是小辈们的恩怨。我堂堂当朝相国，还不至于困在这件事上。离儿经历特殊，夫君忘了吗？
当初是如何要接他回来的？这有些事传着传着，就会上达天听了。夫人多虑了。李尔若是真能干出这么大的事，我定会严加管教。过来过来。叶世杰真的答应来我们这队了？你好像很关心他呀。我那是关心你。哦，哎，别走呀！他答应了吗？你一会儿自己问他就行了。哎，江离，我已经跑了1个上午了，整个国子监人家都组好队了，现在除了你我叶世杰之外，还少1个人，只能在明一堂想办法了。哎呦，这个不是开学第1天就捅了马蜂窝，然后又和别人打了一架，上课呢还睡觉，不理本少爷的那个户部侍郎之女柳絮吗？啊？江景睿，江离，咱们就算是要补个人，也别找他呀。江景睿，江离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你要是想过翠氏，选人可得谨慎点。像他这种油嘴滑舌、夸夸其谈的人招进来，只会是祸害。哼。哎呀，但是柳娘子呢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本公子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弥补你的不足的。我的什么不足？我们都是同窗，就不点破了，啊？江景睿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啊！姑奶奶，真下狠手啊！放！放手！疼！姑奶奶，放手吧！叶郎君，你来啦。真是杀人不见血呀！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叶世杰，没想到你拒绝李公子，竟跟这些冬、虫、夏、草一队。是冬虫夏草呢，还是歪瓜裂枣？什么？孟红姐，你话都说不清楚啊！我懒得跟你们这种歪瓜裂枣讲话。叶世杰，你现在离开他们，跟我们在一起还来得及，到时候圣上的赏赐必有你一份。承蒙李公子赏识，只是我已经答应了江离，恕难从命。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江离在真女堂的那些好事？跟他这种不干不净的人在一起，也不怕污了你的名？孟红姐，这里往来皆是明理之人，学的皆是圣贤之事，你如此造谣生事，简直无耻！道歉！道歉！哼，可笑！我凭什么跟你们这些马上就要被逐出学堂的人道歉？叶世杰，纵然你再厉害，跟他们在一起，你也会被拖下水的。
那你恐怕要失望了。我们这次看的是整队的成绩，有叶郎君在，我们队差不到哪去。是吗？那就打个赌好了，如果你们淘汰了，叶世杰，那你就当众给我下跪道歉。孟红姐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哟，你是在学江离仗义直言吗？人家有个相国的爹，你有吗？哎，孟红姐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这么无理取闹的话，小心我的铁拳不变雌雄。我谅你们也不敢应，一帮怂货！我跟你赌。答应了，就是啊，既然要赌，那条件就是相互的。如果我们没被淘汰，那你孟红锦就要跪下来给江离道歉。怎么，不敢了？恰恰相反，你们刚才惹到我了。我现在换个赌法，如果淘汰了，你们今天所有人都要跪下来跟我道歉。道歉！这是你我之事，跟其他人无关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刚刚不是还大义凛然的样子吗？怎么，舍不得看你表妹给我下跪啊？哎，师姐，你既然把我们都加进去了，我们怎么能忘了李家公子呢？我们倘若被淘汰，我们可以跪；但是如果我们没被淘汰的话，那你还有李家公子，都要给我跪下道歉。好大的胆子！胆子小谁跟你们玩啊？哼，这次你们是把李家公子的膝盖都玩进去了。你我这场赌，豪的就像这国子监里可以开一双了。你们一群疯子，我懒得跟你们计较。我怎么听到有人在说我呀？哎，李公子来了。李公子，你不知道他们几个有多过分。他们说打赌输了的话，让我们都给他们下跪。孟红姐，你还真能恶人先告状啊！大家都是同门学子，何必跪来跪去？这样传出去也不好听嘛。还是李公子明事理，但是李公子，你要管教一下你们同队的人了。方才我便得知，此赌约皆是由江二娘子在真女堂之事所起，那自然怪不得其他人。既然你们都这么想赌，那不如这样，我们两队比比看。你们要是输了，江二娘子自行回真女堂。回真女堂？是孟红锦先要人，凭什么让江离回去？那这样，若我们输了，我李莲自愿出家为僧。江离，自此以后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日后我们所行之路都由自己做主，没有人能把我们再随便送走。一切始自真女堂，我带你离开，从此再不回头。李公子，这原是我和孟娘子之间的事情，就不用牵扯你和别人了吧？叶郎君，你如果改变心意归入我这一方，刚才的赌约通通作废。你为官多年，杀过虎吗？
杀虎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手起刀落，我什么都不想。不用作废。这赌我应了。好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如果没有快乐的记忆，怎能穿越悲伤的境地？两句槟榔无情的身躯，牵着手，是否能度过雪季？冷风中，长夜里，拥抱着残留的暖意，排着身，不坚定，可否埋葬昨天的叹息？下去，哪怕一线生机，无论悲伤或欢喜，我都相信你，宁愿困在世界